祝女侠的为人我信得过，你说云北是个好去处，病也差不了。可整派搬迁并非小事，我须得思虑周全方可。雀主所言极是。要了解云北，便要派个信得过的人去，半莲最合适。阿龙，跟了我，断龙雀必也是你的责任。怎么带着兄弟们活下去，是我的事，也是你的事。等一下，我不是才让你们成双成对吗？这怎么转眼又是我让你们分开？我这到底是助人为乐，还是棒打鸳鸯啊？哎，小珠子，词儿用对了好几个哎。我用错过吗？雀龙该不会是想将半莲送走，只身对上文仙姑吧？半莲，我借你家雀主片刻。雀主，你想把半莲支走？并非如此，我可以为了他闯落花谷，死了也就死了，什么都不用想。可活着一日，我便要替兄弟们着想一日。他们很多都是20年前就跟着我一路闯过来的，断龙却有今日，非我一人之功。容我提醒你一句，你身边有叛徒。我会清理干净。我怎么觉得我做了件挺不道德的事儿啊？祝女侠才是真正的一石几鸟，阙某佩服。没有，我就是脑子转了那么几圈。半莲跟着温仙姑多年，眼界非一般可比，身手也过得去，不会拖累你们的行程。不过她也多年没有出过远门，还请你多照看2分。阙主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一路被追杀，除了晚钟后边，可还有好几日的路程？祝女侠岂是打不还手之人？那我就不客气的使劲使唤半莲喽。若祝女侠能顺便开解就更好，阙某先行谢过。用不上，天天打不完的架，他都没时间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。有些毛病啊，就是闲出来的啊。那祝女侠就让他忙起来。这个太好说了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得偿所愿。雀龙应该是不想和落花谷直接对上的，他打不过，半莲也不想和旧主子打。我想了想云北那边的情况，你这个跟去的朋友第一眼看着怕是会失望哦。大哥，你要相信你妹妹的本事，那里不是靠海吗？我可是在海岛上独自生存了2年，没3板斧早就饿死了。而且我的剑法和水有关，从练功第1天起我就和水打交道了。和水有关的致富法子，大哥你使劲想，我肯定能帮上忙。经过这段时间，大哥你还没看出来吗？我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。百无一用是书生。大哥，你就是这么对待功臣的吗？云北救水寇和穷2个大问题，你解决了1个半，剩下的在我和爹眼里算不得什么。我让那帮水寇浪人知道，到了水里谁才是祖宗。小金子，我在这儿。鹰厉声迅速接近，一个黑影俯冲直下，落到长乐肩头时却泄了所有力道。终于回来了，想死你了小金子，你不在我都被欺负了。哎呀，祝长乐你慢点唱戏，看看他腿上是不是小瓶盖的信。谁在唱戏了？我这是诉说思念之情。小瓶盖要是敢说他来不了，回头我就去烧了他的船。嘿，好主意，烧他最喜欢的那艘。我吹火折子，你去点。那是你们女人的恩怨，我可不参与，不然呐，最后倒霉的铁定是我。晚了，他说在前边的余丰镇和我会合，我肯定告诉他你要烧他的船。你猜他信不信我说的话？祝长乐，你要是没失忆就往回倒一下，看是不是你说的要烧他船。我没说，凤姑作证。你怎么不找你师傅作证啊？还太远了，我师傅要是在，我就和他一起把这一路的门派都打穿了，轮得着他们来追着我不放。不行，我不能想这个，越想越气。乖，吃点吃的吧，吃得饱饱的，我再陪你玩。小金子似是听懂了，抖开翅膀飞入云中。老和尚练了一炉新丹药。他哪年不练药了？这次的不一样，炸炉了。房子塌了吗？哎，他胡子烧了没？你就不能盼着他点好啊？他又不会怎么样，他都多少年没炸炉过了，这次练的什么药让他晚节不保了？回元丹，我知道你肯定关心这个，听说这事儿我就过去找他确认了。他其实不让我告诉你的，说没练成没什么可说的。他还说他已经摸着这丹药的边了，等他找着缺着的那位药引，就能再次开炉了。他胡子如果烧没了，我剪我的头发给他贴上。秋离若有所思地回头看了祝长旺的马车一眼。回元丹的作用是固本培元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给我留几坛酒。你回家之前不是特意去了一趟吗？没问他？他没在，我拿了哥那的玉佩就走了。你还别说，那玉佩啊，味道都变了。余丰镇的地理位置在一个三角上，是去往3个方向的必经之道。小瓶盖，
你终于来了，我想死你了都。小瓶盖，我和你说啊，丁丁他太不是东西了，说收了你的船。做成了你要不要脸？这话到底谁说的？就是你说的，我告诉你了，肯定会告诉小瓶盖的。小瓶盖，收拾他。回头我收拾他。我家里人等会儿再给你引荐，先去找个地方好好歇歇。这一路吃没吃好，睡没睡好，我要补回来。好，跟我来。我就知道你安排好了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慢啊？不在帮里吗？哎，闭关了几天，怪不得。小瓶盖，我和你说啊，定定有多蠢，你都知道，从前边来和我会合，他是从后边追上来的。他蠢，怎么就是我蠢了？你又没告诉我走哪条道。兄弟，往云北的官道就一条。那我能知道你到哪儿了？小瓶盖就知道啊。那是他聪明。哎，对呀，他聪明，你蠢，有冲突吗？都是我的朋友，怎么区别就这么大呢？说笑间，蓝萍把众人带到一家客栈前停下。到了。哎呀，谁能想到这是个镇子上的客栈呢？里边该不会还是独门别院吧？哎呀，小瓶盖，你真是太能干了，以后去哪儿我都要带着你。不带我啊？当然带啊，你不在，脏活累活谁干啊？这是我大哥，大哥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蓝萍。长乐交朋友的眼光非常好嘛。那当然。蓝萍话不多，语调平平的跟着长乐喊人。水路能不能走？能，但是到不了云北。这个路线只有一条支河，为了防水寇，过完线改了流向。改了流向，挖一条河道。差不多。他们要是面对水寇有这劲儿，何处打？那这云北不就是被自己人在背后捅了一刀？两县打架吗？要我是云北县的人，他们敢挖条河改道，我就敢挖条河灌到他们家里去，让水寇顺风顺水的打秋风。大家同是大宛人，有难同当才够意思。打关系极差，打才对，以后我带他们打。这怎么行啊？必须找回场子。水路2天，节省了1天吧？不止，2天差点吧。确定走水路的话，我就让人备船。不确定，这事我没底。走，去问问大哥。爹，你和大哥又在给谁挖坑呢？给你。只有我坑别人，爹，你不可能坑到我。大哥，我来和你商量点事儿。蓝萍将地图展开在桌子上，祝长乐找了找，没看到余风镇，就指了指那条支河。我想分开走，我们带着空马车继续走陆路，小瓶盖和定定护送你们走水路。走水路路程短近1半，而且无需天天憋在马车上，你们也能少受些累。不可，走水路若遇敌无路可退，更危险。不如小柱子你跟着走水路，你那套剑法在水里更厉害。虽然你们这么夸我，我很开心，可我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。在陆路遇敌，只要不是在悬崖，总有路可退。水路遇敌，跳河也是一个死字。万一被他们发现了行踪，一路人马缠住我们，一路人马去围追堵截，我得长翅膀才能赶到啊！秋离突然用扇子指着一处地方，祝长乐趴上去一看，是个码头。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秋离用扇子点了点码头，又点了点祝长望。让我大哥他们先走？不行呀！等等，让有心人以为大哥他们从这里走了，引走一部分人。秋离点点头，好办法，就知道带上你一准有用。秋离反思了一下，他这出力出的是不是越发自然了？小瓶盖，这个靠你了。庆丰镇有塘口，明日一早我安排一条船从码头出发。这事儿得瞒着你们塘口的人一点。我要坦白一件事儿，我是官家小姐，我爹以前是大官，现在是县官。知道了。我就知道小瓶盖你一定不会大惊小怪。丁丁，你想想，你才知道那会儿是什么反应，学着点儿。你能别什么事都捎带我吗？那不行，没有你的衬托，怎么表现得出我和小瓶盖的厉害呢？祝长望听着脚步声远去，泄了劲儿，靠到轮椅里闭上眼睛，忍住这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。我去叫人抬热水进来，您泡一泡舒服些，别惊动人。是。门开了又关，左青没这么快。祝长望睁开眼睛，幺妹已经蹲在跟前。难受了吗？哪里痛？有点累，可能是从来没有走出来这么远过，身体还在适应。左青去备热水了，我泡个澡就缓过来了。我有这么多别人求都求不到的好药，可我一样都不敢给你用。老和尚说，你的身体不能大补，也不能不补，平衡住了就是最好的。有症状的时候就用常用的药，不要轻易的改换别的药，以免破坏身体的平衡。他知道你的身体情况，也看过你的药方，说给你看病的大夫很有本事。
就算他来，也开不出比那更好的药方，不然我早拖着他来了。别人家都是兄长操心弟妹，在咱们家倒是大哥让你们几个操心了，我真是有福气啊。我曾经问过师父，京城那么小，天下那么大，为什么我的家人要留在那小小的地方和人争斗呢？外边多好玩啊！咱们家有钱有人，日子想怎么过就能怎么过。师父说，这天下是京城那小地方的天下，千百年来都是如此。京城好人多，天下的人就好过。京城如果好人没有斗过坏人，让坏人把持住了，那天底下就会有很多惨事。我说现在外边都没有惨事，一定是好人赢了。师父也不说我对了还是错了，但他隔日就带着我出门游历，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恶，什么叫作恶。师父用事实告诉我好人没有赢，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家人一定得留在京城才行，而且必须赢。钟师傅是个好师傅。大哥，我们肯定会回去。是。已经输了这么多年了，不差这1-2年，我们晚回去1年2年，事情也不会变得更坏，所以你不用那么殚精竭虑，10分力最少留1分给自己，且绝不动用，无论何时都不可以，那是留给你续命的。说你泄了劲儿，大罗金仙都难救。你等一等我，大哥，你攒着这些力气等着我，大和尚已经摸着边了，他一定能把回元丹练出来的。好，大哥等着你的回元丹。大和尚都炸炉了，就说明他有一定的把握了。以前无论我怎么催他都不开炉，总说还差着点。催他很多年才开炉。对，他们研究医术的，谁不想把这药练成，会名垂千史的。咱们家小长乐会用的词真是越来越多了。那是，我天天都进步的。不知道名垂千古和名垂青史，你想用的是哪个？长乐？我哪个都不选。师父带你见恶的那一年，你多大了？8岁、9岁吧，差不多那时候。怎么？长乐很厉害。后边还有但是吗？祝长旺只是笑着，不点头也不摇头。天才蒙蒙亮，张氏就指挥下人将东西往马车上搬。娘，我和你说点小安安的事。小安怎么了？他现在是瘦弱了些，现在这情况也没有办法。等到地头就好了。娘，我要说的不是这个，出门就得做出假象，所以不能有声音传出来。大人都好说，小孩子还是控制不住。孩子出生头2个月，只要吃饱了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，这几天听着哭的时候也不多。就怕万一呀。娘，你把这个药给二哥，孩子如果要哭了，就给他闻一闻。对孩子的身体有影响吗？娘，你还不相信我呀？要是有害，我能给我小侄子用吗？闻啦，就是会睡过去，绝对安全。不信你信谁啊？还不信我心里没底儿啊？行，娘手下留情。您别叹气，会老得快的。娘，您要把小长乐看得高大威猛一点，这么高大威猛的人怎么会斤斤计较呢？有那点时间啊，我琢磨点吃的不好吗？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来了，定定的叫花鸡深得他外祖真传，那味道就一绝，我都好久没吃到了。等到了地头，让他做来吃。高大威猛的祝女侠不斤斤计较，是娘小肚鸡肠，娘都记着呢。您还是记点开心的事儿吧，记得那些事儿会让您长皱纹的，那我就要不开心了。我娘就算再过20年，也必须是个美人。我脸上的皱纹一半都是因为你长的。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，你去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，和李娘子说一声。遵命。小瓶盖，你回来了，船出码头了，这边也马上动身。天色渐亮，车队从余丰镇离开，看起来和平常车队并无不同。小姐，尾巴不少，之前耽搁了不少时间，咱们今儿赶一赶路，路上少歇几回。小心马儿半道上撂挑子不走了。到了驿站，我肯定好好犒劳他们。一路上几人依旧打打闹闹，嘻嘻哈哈，没个正形。歇息时，祝长乐也照样在各个马车上蹦上跳下，一直到进午，马车上的人都没有下过马车。算着对方快要憋不住一叹虚实了，祝长乐便是在和定定的打闹中都全神戒备。一声鹰厉，同时秋离也动了，从马上纵身而起，推开扇子猛地一挥，强大的气浪朝围攻过来的人扑去，他们不敢应接，翻身退出去数步，避其锋芒。
如果我问朋友哪条道上的，是不是就说了句废话？姑奶奶不问也能猜出个差不离儿。咱们问点别的，我值多少钱？朱长乐，你是不是特别不心甘自己不值钱呢？呸！我怎么可能不值钱？是他们瞎。蓝屏从不参与这样的斗嘴，他抽出重剑，率先出手。他一动，还在斗嘴的两人立刻跟上。你们收好马车！祝长乐话音刚落，黑衣人抓着匕首突然转向，朝第一辆车的马屁股扎去。马受了惊，长鸣着人力而起，车厢被带了起来，车帘晃动，车中空无一人。眼看着计谋奏效，祝长乐在心里狠狠表扬了一把自己。全场一静，正撤退的黑衣人齐齐停了下来。这是杀！原本如潮退去的黑衣人又如涨潮般涌了回来。秋离游刃有余地和敌人周旋，对方头领眼看不敌也不恋战，一声令下，从各个方向撤退。那一刀扎挺深的，还划拉了一道大口子，马怕是活不了了。让他走路不是为了辆马车吗？这里离驿站不远，也就10来里。若不是长乐在，你可知后果？我没料到会这么巧。小安这些天一直都很乖，声音也小，我没想到他突然就会哭这么大声。我也不是没想过给他用药，可那是什么药，起什么作用，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，我半点不知。我就是心里迟疑，动作慢了。小安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我怕他有闪失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错了吗？祝长宁哑然，火气顿时泄了大半，因为在他心里，对这个药同样不那么信任。都下来吧，长宁，你过来。是爹。祝长宁迈步时，发现袖子被拽住，他回头看向许氏，许氏咬着下唇看着他。我却不知何时成了让儿媳妇这般害怕的恶婆婆。娘一直以来对我都极好。娘，长宁，你觉得娘会吃了你媳妇儿？儿子万不能这么想。祝长宁不敢再惹母亲生气，立刻往父兄走去。韩梅可是觉得委屈？媳妇已是祝家妇，自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从不曾觉得委屈。你和祝家患难与共，婆家败落，你还愿意患难与共？婆家人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你的牺牲，还一个个全站到你小姑子那边。我们联起手来欺负你，是不是？媳妇没那么想。你是京城生养的世家，我也是。你学的我都学过，你懂的我也都懂。当时和许家结亲，是我千挑万选定下。当时觉得你虽有几分学识，却不像有些人家的姑娘那般爱出风头，静得下心，也稳得住。祝家需要的就是稳得住的媳妇儿。你觉得你稳住了吗？从祝家出事至今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稳住了吗？是媳妇的错。这不叫错，这叫蠢。你想干什么？让长宁和长乐兄妹失和，还是让祝家上下失和？媳妇从没有这个想法。你没有，你就是这么做的。事事都要和长乐比个高低，你何不去和他比比那剑法呀？娘，我没有。我们都没瞎。许寒梅。婆婆连名带姓的叫法让许氏心里更慌了。她悄悄抬眼看向不远处的夫君，祈求他来帮自己说说话。长宁，内宅之事自由你娘处理。别问你，之前明知长乐计策，为何不给小安用药？你不想用，还是许氏不同意用啊？小安开始动弹的时候，我就打算用。许氏说拍拍就睡了，我想着之前也是如此，便没有坚持。没用的，除了用事实将他打醒，说的任何话都进不了他心底。大哥，我知道今日是我们夫妻闯下大祸，韩梅也知道错了。你看现在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，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他是做的不好，可一路挺着大肚子跟着我奔波，对孩儿百般呵护，我不能因为这事儿就不记着他那般好啊。祝长望想了想，竟无话可驳。二哥想造成个什么后果呢？二哥二嫂想造成个什么后果呢？我没有打过他们，家人死伤这样的后果吗？还是接下来的一路追杀中，二哥为了护住妻儿伤了或者没了这样的后果？祝长乐，再生气你也不能拿着家人性命说事。祝长宁，拿家人性命说事的是我还是你呢？今日之事是我们没有做好，可我们夫妻绝没有要害家人之心。二哥的意思是我有？你明知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觉得我会害你的孩子，所以不敢用我给的药，是不是？不是，
那是天下闻名的神医智清大师给我的药，起静心凝神的作用。6年前，我便把家里的库房药材全换了。这几年，你用过的药材，你媳妇儿用过的药，还用来保胎的，全是我带回家的药材。怎么，现在要把这些药材全从肚子里倒出来给我吗？我说了，没有不信你。话是真是假，我懒得辩，做的事倒是挺随本心。二嫂，看着我们兄妹吵架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，很满足啊？夫君站在你那边，帮你了呢，你不是一个人孤军作战哦，心里是不是特舒服啊？长乐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坏，你别那么想我哦。那你教教我，我应该怎么想你？许氏被这样的追问问住，下意识的又看向夫君。那我换个方式问好了，放任小安哭的时候，二嫂可是想好了如何对敌？长乐愚笨想不到，不如二嫂教教我。许氏低头，双手绞着衣板，以沉默代替回答。小兰二嫂定是有了章程，却不愿现在说破，以免被敌人所知。那我就等着二嫂来保护我了。祝长乐吹了声口哨，小尾巴甩着尾巴过来。这匹马温驯听话，就让他带着二嫂走吧。来，我扶二嫂上马。长乐，你二嫂还在月中，你体恤她一些。这更激怒了祝长乐，直接一手杖敲在了他二哥屁股上。祝长乐，你疯了！我没体恤他，他说话不过脑子，我哄完祖母哄娘亲，他不喜我，我就避免出现在他面前。他不让我接近他孩子，我到现在都没抱过小安安。二哥，你倒是说说，我还要如何体恤他？路程已经过了大半，越往后越危险。要是能成功引开他们，我们就有2-3天不用置身于危险当中。便是中途发现中计，他们人手分散，危险性也会降低许多。二哥，你读了那么多年书，连这点都想不到吗？祝长乐越说越气，下手更不客气了，把祝长宁打得直跳。许氏到底心疼夫君，跪行着上前要拦。二嫂是觉得我会因为你是嫂子就不敢受你的礼吗？也对，你入门才2年，不知道我小名叫大胆，没什么是我不敢的。世家那些规矩管不着我，我敢打我二哥，也敢受你的礼。你就是膝盖跪出血了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这要怎么办？祝长乐，你没大没小，我就没大没小了。就打你这个有了媳妇不疼妹妹的，我就打你鼠目寸光，没了人家劲儿你，我就打你。祝长乐越打越顺手，要打他小腿就不会打到他大腿，多少下都没挨着他手。握笔的手不能伤着，这点分寸祝长乐有。我就打你，就打你！祝长宁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不长进，一天就3顿的打你。你能把我怎么着？打不过我，跑不过我，吵不过我，嗓门还没我大。你除了能溅我一身墨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打累了就歇歇，什么时候觉得没打够再来，反正人跑不了。娘说的对，和尚跑了怕什么？我就住庙里。你要住庙里了，那我们呢？张氏非常顺手给了祝长乐一下。我就是想表达一下嘛，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这不是把话做适当的修改吗？您懂意思就行了。别太懂事儿，懂事儿的那个总是吃亏些。祝长乐心里一酸，这些年他在家里不用考虑懂不懂事，因为在家里没人会让他吃亏。祝长宁，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就揍你，揍成猪头，娘都认不出来的那种。二哥错了。早知道打你一顿这么管用，我就该早点打。哎呀，打得好爽。兰萍只当没见胸前潮湿的一团暗影，没有拆穿他。到了云北之后，我爹就是当地的父母官，击杀父母官必会激怒朝堂，没有哪个帮派承担起这个后果，所以最后这几日一定会是追杀最凶狠的。只要我爹死在路上，他们就能编排出无数理由来。这段路我只知道一个帮派，西城帮。对，西城帮在当地名声不错，帮主据说非常仗义，手底下好些镖局带着兄弟们走镖为生，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接这个买卖。祝长乐下意识地看向秋离，秋离也没有让他失望，对上他的视线摇摇头，没接。秋离写了一行字让长乐看，接下买卖的该赶上来了。是了，朱丞相定不会只做一手准备，碗中留下我们的可能，他们应该也有谋算。说到这个，落花谷有没有被收买？没有，仙姑不会把自己置身于那个境地，若非祝女侠行事出乎预料，直接去落花谷拜山，将她拉下水，她或许会暗中做些什么，明面上
一定与他无关。那是，我能让他如意吗？接下来要辛苦大家了。虽然我挺厚脸皮的赖着你们，可事关我家人安危，我确实也顾不上那么多。这个大人情，我祝长乐记在心里了。一定记好了，等我想想怎么让你还。定定嘿嘿直笑，没防着蓝萍的重剑拍在他背上，将他拍了个踉跄。人家养女儿都没你这么惯着，你看看他现在哪有16岁啊，就剩3岁了。蓝萍，你反思一下。救命之恩在前，如果真是还人情，也是我还祝女侠的，祝女侠无需记在心里。那我们就互相抵扣掉好了。秋离，我们之间有相抵的吗？我肯定没救过你的命，我爹有吗？秋离看了看长乐，点头又摇头。秋离不多做解释，用扇子指指那边。祝家的人都在往这里看。妻不贤，内宅不宁。唉，我突然就理解这句话了。我突然想起一事，祝女侠的身份怕是守不住了。我师父一定要收我做徒弟的，我也很苦恼。他们去找我师父麻烦呀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我师父做我之外的人了，很期待哦。祖母，我们要出发了。那匹马怕是回不来了，大哥还是得横年做一辆。在外边，祖母都听你的，你说怎样就怎样。祖母最好了。老太太给长乐整理乱糟糟的头发，扶着他的手往马车走去，眼神都没有给不远处的许氏一个。咱们到前面的驿站停一停，弄匹马。爹，能弄到吧？有法子。这几日要辛苦点，除了给马留出一点歇脚的时间，咱们赶一赶，能走多远就尽量走远一点。这点辛苦啊，不算什么。驿站不能住了，危险。对，我会让凤姑往前面探路，尽可能的找合适的民宿借住，若找不到，我也必能找到能遮风挡雨的地方。后面的事你只管自行做主，灵活行事，我们都听你的。还是大哥对我好。你是兄长，她是幺妹，这天底下哪有小的打大的道理？我拦不住她，爹娘也拦不住吗？是挺疼的。那么粗的手杖打，怎可能不疼？就算她是在外边长大的，那该有的规矩不还得有吗？怎么能跟乡下野丫头一般？我被打几棍子就觉得疼了，他流血的时候呢，他退敌保护我们。你说他煞气重，不让他抱孩子，我当时觉得能理解你。你陪我吃苦受罪，还受精提早生产，他让一让你也是应该的，所以他让了，还哄着祖母和娘亲不要怪罪你，不然你以为那些事会那么轻易过去？祖母和父亲被欺负的那些年月，祖母不但凭借一己之力立住了，还培养出一个状元郎。母亲进门就接手管家，几十年不曾出过任何岔子，家里更是连姨娘都没一个。阿妹，你可曾用心了解过我祝家？夫君，你不曾用过心，甚至也不知道你有孕后，娘特意敲打我，不允许我在你孕期抬姨娘。数遍京城也找不出几个比我娘更不折腾儿媳妇的。我想不明白你对爹娘、对长乐的不满是从何而来。夫君，你知道我的，我没有那些坏心思。长乐是不受那些规矩束缚，有时行事不拘一格了一些，但是其他方面你可能挑得出他一个错出来。他护着家里的每一个人，包括你在内。奇怪我为什么突然就变了态度。我看到了他的委屈，你不让他抱孩子的时候我没有帮他，你不让孩子用药我也同意，甚至还帮你说话。我只记得你跟着我奔波的不易，没看到他一直都在替我这个哥哥着想。从小到大长乐在家从没受过委屈，我让他受委屈了。我向他认错，我去哄他。母亲从不因内宅阴私伤过身，以后也不必有。长乐从不曾因为家人难过，以后也不会再有。韩梅，你当明白我的意思。许是听出了夫君祝长宁话里的警告，也无需你去认错，错的是我。今后你以嫂子的身份要求自己便是。长乐虽然淘气，但心性极好，绝不会对你如何。你尽好了自己的本分，这些矛盾慢慢也就散了。许是被吓住，除了应试，什么话都不敢再说。一行人都提着心，可一直到天尽黑都没有敌人踪迹，一条尾巴都没有，前边后边都没有。我往前查探了10里，这是在前面准备了多大的招在等我？不如我们先到前面趟一遍。如果是对方调虎离山呢？他们的目标就是我爹，我们走开，不正中了他们的心意吗？凤姑，前面有适合借宿的地方吗？前边不远有个村子，若是敌人今晚动手，村子里的人不会被一道给灭口了吧？看动手的人是谁，要是有那不讲究的，这么做也不意外。凤姑，还有其他地儿吗？住村子里他们无所顾忌，我们反倒要束手束脚。我返回之前看到前面有个镇，镇子大吗？比不得大镇，但也不算小。就那了，他们敢杀一村之人，我不信他
他们还敢杀一阵。秋离，是不是这样？秋离失笑，怎么就确定他知晓了？偏偏他还真知道。不说话，我就当你赞成了。走，今晚咱们好好养精蓄锐。投宿在镇上最好的客栈，一晚上风平浪静。马车上，兄妹两人围着地图相对而坐。祝长旺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名，赶一赶3天能到，前提是顺利。若他们今日白天不动手，晚上我们可以到达双七镇。这段官路好走，少有人迹稀少的地段，只要他们稍有顾忌，今日应该都安全。武林中人有必须遵守的誓约，他们要违誓，必然就不敢大张旗鼓。而且爹不是籍籍无名之人，和君上同一阵营的从一品官大人，便是现在落败，他们也不敢肆无忌惮。我的身份现在该知道的应该都知道了，又知道我有帮手，除非他们有绝对的把握能把我们一网打尽，不然白天动手的可能性不大。他们一旦出手，就必须置我们于死地，而且必须在我们进入云北县地界之前动手。所以他们会选一个动手的好地方。祝长乐看着固安2个字点头，他想的也是这里。县与县之间通常会有一个混乱地带，那种地方素来是被默许的，需要推诿责任时，这种地方就能派上用场。明日我们就需要经过这么一个地方，才能进入固安县。我所知皆来自书中，不曾亲眼见过那种地方的混乱，而且每个地方也必然不尽相同，所以无从分析。要怎么走，是避开还是如何，都需要长乐你来定。大哥，你放心好了，外面的事交给我，我让左亲再拿床被子过来垫厚实些。大哥，你尽量多睡。祝长乐说着，掏出个药瓶塞到大哥手里，闻闻就能睡着。是给小安用的那种？你那一顿打得好，我看着长宁也没那么拎不清了。拎不清才好，我可以多打他几顿。祝长旺拍拍祝长乐的头，我出去了，大哥，你记着要睡，我会来检查的。要是被我发现你没有好好睡，我就按着你用药。遵命。祝长乐翻身上马，拍拍他的大头，朝秋离眨眨眼。秋离，这是被谁带的这么乖啦？秋离的扇子朝身下一指，他那匹马非常有灵性地叫了2声。你们这到底谁学谁啊？要不是俩公马，我就让你们配种去生一匹天下无敌的小马出来。等到了云北，我得好好和他说道说道。哪年他回来少说道了？不还是长成了这般？随他去，反正啊，他也不用和京城那些人有什么来往。那许氏就是京城的人，我自认眼光好，没想到在儿女亲事上出了这么大岔。我倒不觉得是你看走眼了，看是和谁比。若和京城各家的媳妇儿比，他那点心思可能连心眼儿都算不上。若拿他和长乐比，那他自是哪儿都比不上。可全天下也只有一个祝长乐呀。张氏什么气恼都没了，抿嘴直笑。哎呀，也是我们这关好过，娘那一关他也过不了啊。这一日依旧风平浪静，他们安安生生地到了双七镇。不用陪我，你先去把床睡暖和暖和，我晒晒月光，看能不能得点指示。扇子唰一声抖开的声音告诉祝长乐，此人非彼人。能重来一次吗？秋离也配合他，纵身跃下后走到他身边坐下。谁呀？我不用陪，晒晒月亮就去睡。秋离唰一下抖开扇子，祝长乐抬起头来，一脸意外。秋离，是你啊？秋离点点头，长乐递给秋离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我和大哥都觉得他们会在明天动手，没有比那里更合适的地方，可我想不到破局的办法。秋离看着那一行字，好一阵没有动作。怎么，哪儿不对？秋离对上他的视线，伸手揉了揉他的头，接过纸笔。秋离写道：避无可避，便战。能打过吗？如果来的人特别多呢？要是来阴的呢？我家里人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书生，不顶用的。秋离又写道：可以。他接过去纸笔，在可以2字后边画了把剑，还非常应景地点了几点，当成是滴落的血。睡觉，明天啊，又是要拼命的一天。秋离又指着纸上那几个字：百无一用是书生。秋离，你这样我更怀疑你是我亲哥了。祝长乐趁机将纸抢下来，撕了数下，扔了个天女散花后，得意地眨眨眼，无声地说了句没证据就跑了。次日一早，马车在客栈门口依序停下。
孩子清浅的哭声落入耳中。我这就给他用药。长乐，这药是关键时刻才用，还是平时也可以用？用法上有需要注意的吗？这药就是凝神静心的，对身体没坏处，一般人我还不给用呢。我给长乐作证，昨天我用过后睡得非常好。今天白天继续睡。听长乐的。二哥也听长乐的。不听我的，我就揍你。看样子啊，那顿打没白挨。媳妇儿倒还嫌啊，长乐打得迟了些。就是。秋离用扇子指了指马车，又点了点长乐。上马车？我去马车上？秋离点点头。去休息，你昨晚一夜都没睡。祝长乐想想，有蓝萍在，他确实可以放心，听话的上了祖母的马车。别担心，尽了所有的努力就行了。祖母，我有点害怕，不是怕打不过他们，是怕顾不周全。大哥说，如果顾不周全，就顾最重要的。可在我这里，不是从几个人里挑一个最重要的出来，是都重要，我全部都要顾的。心里有畏惧啊，不是坏事儿。他会一直提醒你不要大意。这一路都是这么害怕过来的吧？等到进入那个混乱的三不管地带时，已经静下心来了。祝长乐看着前边再次出现的人，抽出潮汐剑，袖剑和剑法齐出，愣是让他闯出了一番无人能挡的气势来。秋离的身影来到最后一辆马车上，扇子一挥，斩断缰绳，马跑了出去。蓝萍和祝长乐也将最前边2辆马车的缰绳斩断，马车里的人被转了个晕头转向。马匹前脚刚跑，后脚箭矢就从四面八方围射过来。祝长乐挥舞长剑，不要挨着车厢，趴着。剑雨停了下来，持剑之人剑上弦，弓拉满，指着几人。原本执刀在后的人站到了前边。小叔子，快看看这人数，咱们出息了。咱们一直挺有出息的，他们不过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而已。风姑，你和秋离护着马车。秋离，可以吗？秋离点头。祝长乐下手毫不留情，他目标锁定了弓箭手，一主一宠，不一会儿就撕开了这边的口子。一回头看到秋离将扇子插到腰间，他跃至最近的马车顶上，就见他双手向外推出，剑矢尽数朝着围攻过来的人袭去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打破了他的认知。秋离再次长袖一挥，卷起地上的碎石攻向黑衣人，劲道之强，再没人敢靠近。秋离，咱们是朋友了吧？秋离以为长乐会问自己说话的事，没想到一个弯拐到了这儿。都一起雨雪奋战过了，还不是朋友啊？那咱们现在开始做朋友，总行吧？现在做朋友就不能说之前他欺瞒了。秋离点头。朋友，回头如果什么时候我让小金子向你求救，你记得来救我啊。秋离扬眉，所以是要教自己这个朋友帮他救急。我虽然很厉害，可总有那么几个比我厉害一点点的人，我师父嫌我丢他的脸，总不帮我，以后有你了。秋离琢磨着，这是他经历的最不值钱的一次利用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大哥，你先歇歇，等马都回来了，咱们就继续走，往前就进入云北地界了吧？那可是咱们自己的地盘了。马能找回来？有小尾巴呢，管同类那是他的本能。大哥，我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把我们小长乐都难住了？就这地儿啊，它到底属固安还是云北，还是各占一半啊？这是历史遗留问题，非短时间形成，而且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有不同。我来这里之前特意查过，一开始是固安划出这么个地方，赶了一帮流民过来，生死不管。为了生存，流民自然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后来云北不堪其扰，干脆把相邻的这一块地也划了出来，将当时遭了灾、失去田地、什么都没有的流民赶到了这里。都要活下来，那么后果你可以想象。小长乐觉得爹爹该管吗？我不是官儿，不知道官儿该做什么，又哪里能去指挥爹爹管不管啊？反正爹爹是好官，我知道这一点就够了。好官是会让大家都有饭吃的。你养的都随你。那是我养的当然要随我，以后我要养小安安，以后让他也随我。对，你养，反正他爹娘追不上你。哎，你说平时这点也跟鬼门关似的嘛？我们从官道过来的，也就是说
这是两地之间的必经之路啊！马车只能走官道，百姓却有小道可走。若是商队走这条路，多半会请镖局护镖。猫有猫道，鼠有鼠道。有些人他们不敢动，有些他们看不上。今日情况应是不同，绊马索和拒马是战场上才用得上的东西，就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小地方，不应该懂这些。肯定是有人提前说了。绊马索和拒马是新的，前有绊马索，后有箭雨，想得挺明白的。朋友有难就该互相帮助，以后我也会帮你的。朱莉，我劝你赶紧和他割袍断义，不然将来你会想不通，怎么会多出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事儿的。小瓶盖，丁玲欺负我！蓝萍反手就去抽剑。蓝萍，你是在养女儿吗？我乐意，以后有好吃的好玩的，我一定算你一份。对了，我们还帮人建了个村子，在那里我没有房子哦，自己砌的，还分了地呢。回头带你去玩。蓝萍，我地里的菜后来怎么样了？有收成吗？这你就得问我了。蓝萍这2年要么在练功，要么帮他爹管事儿，一次没去过。我们种下的那些，我都让村长帮着分出去了。这2年地也托给村长种了。后来你们不会一直没去了吧？当然去了，我也担心他们挨揍啊。我们的房子不也得照看？放心，我们轮流去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长乐，你还有地？对，我可是有地的人。就前几年有一次很厉害的山洪，我赶上了，发现那里有将近300号人的寨子困在里边了。那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就把人带出了那里，然后借用了爹爹一点点的力量。你干什么了？那么多人什么都没有，那也不能让他们当流民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几个朋友就找了个还不错的地方，让衙门批准他们建村落户，就用了一点点非常规的办法。比如呢？拳头。还有爹爹的名头。娘也想知道你干什么了。那几年我在外走动的多嘛，爹爹给了我不少露营啊，露营可都盖着爹爹的戳，而且我姓祝啊。他们虽然不能因此就相信我和祝家的关系，也不敢得罪了，反正也没伤害别人的利益，就是行个方便的事嘛。他们就打开方便之门了。他们现在就在那里安置了？对啊，我最后一次去那里的时候，已经开垦了不少荒地呢。但是村长爷爷说，地都还需要养，所以生活还是挺难的。我们会定期的送一些吃的过去，但是不多。那为何不多送些？你又不缺银钱。爹爹，你是在考我吧？我要是敢干那种自以为做了好事，实则把人养废了的事，师傅肯定会揍得我屁股开花的。所以他们现在是自食其力咯。那是当然，就是每年冬春之际，我们会接济一些，这2季啊难熬。在哪个地方啊？若有机会，能否带爹爹去看看？在盐道，离云北有上千里吧，远着呢。云北太偏了，村子我取名叫新村，全新的开始，好听吧？好听。咱们长乐呀，长成个能干的大人了。谁让我是祝大人的女儿呢？要是不能干，我就给爹爹丢人了嘛。你们父女俩怎么还互相吹捧上了？我听着都脸热。云北到了。云北只有一镇无事，那关呢？一市3镇。老朽刘良见过父母官大人，迎接来迟，请大人恕罪。哎呀，不敢受老者之礼。您快里边请。我们一行人多，便不住您家里了。刘良讶异地抬头，祝茂年背着双手看着眼前的土房。我们确实是错过了宿头，途经此地，知晓您住在这里，便叨扰问问，可有哪里能住下我们这些人？大人，此地穷乡僻壤，便是再往前走，也没有哪家可住得下这许多人。若不嫌弃，您在老朽家将就一晚，旁的不说，热水热食也可吃上一口。那就请三老受累腾间房出来，让我的老母亲和刚生产不久的儿媳妇以及孙儿歇上一晚。是，老朽一定将房间仔细拾到干净，再让老夫人和小公子入
入住。有一间房就够了，我们就在马车里歇上一晚，明日天亮就赶路。不可不可，岂有让您在马车里歇息的道理？不可不可。老人家还是听官大人的话行事的好，他是大人，他最大，听话呀准没错。不过也没有让他住外边的道理，对不对？那您就腾2间房，您看行吗？对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老朽这就去收拾准备。那就叨扰了。李娘子，你带人抱上被子去帮忙，须得有礼些，不要惊扰了老人家的家人。是。他家里可能一共也就3张床，我们占了2张，他家人待如何呀？您要是不住，他心里才慌呢。大哥得好好歇息，我一路给他输送内力，他才撑住了。秋离，你嗓子受过伤啊？听着还没有恢复，伤得挺严重的吧？秋离微微点了下头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又不是非说话不可，纸笔随身带着呢。接下来你是留在这儿，还是回你师傅那儿？我得留下守一段时间，保不齐就有那没脑子的吃了雄心豹子胆来诛杀当地的父母官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倒没什么特别的事，可以留下来。你呢？我须得回帮里去，最近帮里事多，我爹身体又不太好，我得帮着先。邱大侠呢？秋离点了点头。兰萍看向长乐，这是离开还是留下呀？秋离留下了，那我可以横着走了。就算是后娘，也不能总紧着一个老实孩子欺负吧？有本事欺负那边相邻的县去。有老实孩子可以欺负，做什么去费那劲呢？说不定没欺负着人，还要挨顿打。老实孩子还有俩厉害亲戚呢，我大哥蔫坏，等着吧，肯定收拾死他们。你完了，祝长乐！我告诉大哥，你说他蔫坏。哎呀，小瓶盖！祝长乐嘴巴才扁到一半，一句话也才说了一半，就见定定跳起来就跑。你个怂的，我又没叫小瓶盖抽你。你少来，每次嘴巴一扁就作妖。我就是叫小瓶盖给我作证呀。简陋的农家小院里突然燃起火把，殷氏李娘子带人出来拾掇马车了，我们今晚将就着睡一晚，明天到地头了再好好休息。秋离将最后一口饼送进嘴里，指了指不远处那片山林。行，明天见。这功力和你师傅比如何？当然比不上师傅，差着不多，很强，强才好呢。这可是我的好帮手。小柱子，你教教我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理所当然的使唤一个才认识不久的人呢？这种本事我也想拥有啊。首先你要有我的美貌，你没有；其次你要有我的聪明，你也没有；再者你要有我的可爱，你还是没有。什么天赋都没有，你死心吧。长乐就马车里睡着。是，媳妇儿本来想着让他来和我们分一张床睡，床大挤挤也无妨。他倒好，嫌弃起我们来了。那个秋离，你可有看出点什么来？媳妇儿这一路都在琢磨这个人，他说是故旧，可媳妇儿想破头也没想出来他是哪家的，姓氏可能有假，家学渊源，总是有迹可循。会武的，咱们家除了长乐的师傅之外，实在找不出其他人。茂年也没想到点什么。老爷之前说过，认得的人里没有这样一户人家，后来媳妇儿就没再问过。罢了，先到地头再说。长乐身上的伤可看了，会不会留下印记啊？媳妇儿昨日便找机会问过了，他说都是小伤，血都没流什么，抹了药不会留下痕迹，等安顿好了，媳妇儿会仔细看看。这一路过来他受了不少伤，我们磕一下碰一下的还疼，他忍得了，不代表他不疼，也得让家里人记着他的疼，别好像没这回事儿。是，媳妇儿记着了。多有叨扰，本官这便告辞了。不敢，老朽惭愧。马车缓缓前行，刘良领着一家人深深弯腰相送，直到马车走出去老远，才挺直腰。说怎么样啊？对啊，说新的县老爷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啊？问都是多余。你看看这阵仗，马车就有6辆，还有好些个骑马的，看着哪里像是来赴任的。上一个好歹还没把一家老小都带着。也是啊，行的不说，这么多人没动我家一口吃的，冲这个我也愿意说他个好。菩萨保佑，要真来个体恤百姓的好官就好了。想做梦睡觉去，指望这个不如指望今年天老爷开恩赏我们个丰年，让我们能吃顿饱饭。说我回了。我也回了。刘良没心思和他们掰扯，他正想回屋补个觉，就听得一声惊呼：怎么了？老头子，你快来看！
刘良循声进了灶房，一个袋子里是饼，小一点的那个里边是用油纸包着的大块的肉。啊，爹，他们是忘了吗？要不要追上去啊？我们2条腿能追上他们4条腿的吗？要是真忘了，他们回来拿比我们送快多了。爹，咱们都去睡觉了，不知道灶房里有这个是吧？刘良想着昨晚见过的肉，鼻端仿佛闻到了香味儿，他忍不住吞了口口水。不是爹，小儿3岁了，都还没吃过一口肉呢，他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儿。去睡觉，都去睡觉。如果他们回来拿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落下了。对，我们不知道。去睡觉，都去睡觉。哎，真荒凉啊！驿站呢？祝长乐根本就没看到什么驿站。你们快看，这里土地怎么像是解冻很久了？出京城的时候，土地还没解冻啊！你才看到？越往这边走，天气越暖和，这里要比京城暖和许多，冬天也没有那么久。大哥，你该不会就看上这一点才选择来云北吧？是这样。哦，是因为这样的天气适应养身体吗？这里的河不结冰，靠海也有它的便利。大哥，河你能用上啊？连通固安的河我用得上。快说好听的夸夸我，我就帮你办成这事儿。咱们家小长乐天下无敌，美丽可爱，孝顺听话懂事，出类拔萃，文武双全，十全十美，学富五车。停，最后这个词去掉，换一个。没有学富五车。那么盖世无双，善解人意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倾国倾城，眉目如画，兰心慧性，亭亭玉立。你们兄妹俩可以了，我听着都臊得慌。长旺，你也不怕咬着舌头？娘，大哥说的就是我呀，我就是这么盖世无双，倾国倾城，十全十美。还有什么来着？学富五车。对，学富。弟弟，你找死是不是？那么些词儿你都认下了，把这词儿也认下了呗，怕什么丑啊？其他话是事实，这话不是啊，我心虚不敢应。你拍着良心再说一次。大哥说的就是事实，我就是这么棒。哎，这么厚脸皮的人谁啊？你认识吗？反正我不认识啊。这会儿我和他也不太熟。没事儿，该熟的时候就熟了。还有吗？夸不动啦。勉强也够了。放心好了，这事儿啊包我身上，内河我非给他通了不可。太好笑了，都是大王的子民，凭什么？这都不是放养了，这是弃养。弟弟，您得把他们捡回来好好养，跟养我一样，不是父母官吗？养你这样就算了，太操心。养他们比你轻松啊。爹爹，我不好养吗？我这么乖，这么听话，这么懂事，这么可爱，我明明就是最贴心的小棉袄嘛。是，长乐最好养。突然肩膀被敲了一下，祝长乐看向秋离。怎么了？秋离指了指天空，祝长乐抬头看了一眼，乌云在迅速聚集。这会是场大雨吧？凤姑，快去前面看看，哪里能躲雨？我们走快点。可雨来得太快了，又下得大，等他们跑到有人家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淋透了，马车里边都进了雨水进去。主子，徐正他们找过来了。来了多少人？4人。让徐正进来，其他人自行找地方避雨吧。是。小的前日到的云北，除了留下4人听用，让其他人先行散到了云北县各处，听候大公子指示。多沉些日子，浮在表面上的东西我不需要。是，小的也是这般嘱咐他们。你办事我放心。这里离县衙还有多远？40里。他招呼左卿上前，附耳说了几句，几个练武的自是听清楚了。祝长乐在心里啧啧2声，开始了，大哥开始走向属于他的战场。那个战场里100个祝长乐竖成一把，也不是大哥的对手。左卿回来了，手里抓着一把东西，在祝长旺面前摊开。主子，找到这个和半坛书。再没有了？是。祝长旺看着掌心的东西片刻，转头问幺妹：认得吗？好。你不应该认得这个。我还吃过呢，那户人家就只有这个，为了让我吃饱，他们都没有吃。舍己待客这个词，我就是在那里学会的。你怎么会吃这个？你不缺银子的呀，便是没有银子，你也能想到办法的。可他们家就只有这个呀。入乡随俗嘛。哎，大哥，这词儿是这么用的吧？舍己待客也用得对。
什么时候吃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师傅带我出去那2年，你又没跟着，当然不知道了。而且我吃的可不止这个，好多呢。不过一时也记不起来了，看到了才能想起来。孩子突然小声地哭起来，许氏慌了下，连忙抱着孩子站起来，走动着安抚。我给他用那个药。没有敌人，无需时时用药。我看看。许氏不敢不听，走过去将孩子放进婆婆怀里，心思却不受控制地想到之前小姑抱孩子进来，该不会是不是热着了？瞧着脸有点红啊。娘，您摸摸。哟，是烧了。坐着，慌什么？娘，孩子还未满月。别着慌，雨一停我们就走。到了县衙，用老爷的名帖去请云北最好的大夫给小安看。屋子里一时没了人说话，祝长乐嘴巴张了张，想要说话让这氛围缓和下来。祝长望一个眼神递过来，他立刻老老实实地闭上。脚步声响起，祝长乐坐了起来，看向进来的爹爹和二哥。怎么了？孩子可能是着了凉，有点烧。雨一停咱们就走，到了县里立刻请大夫。是。长乐，你那有可以用的药吗？夫君，长乐的药效果好。我药是有一些，但是没有敢给小安用的。小安太小了，老和尚说过，大人的药都不可用在孩子身上。我之前给的那个时期不算药，是一种香。我有段时间不能入睡，老和尚专门给我调制的，对身体有助益。不等雨停了，小了点就走，去将马车收拾收拾，湿了的换掉，离这不远了，无需那般精细了。梁婆婆、李娘子赶紧拿上伞，带人去拾掇。爹，拿张您的名帖给我。有个装着重要东西的小箱子，张氏是在哪儿都要放到眼皮子底下的。开了锁，从里拿出备好的名帖递过去。你快马加鞭先走一步，打听打听哪位大夫擅长给小孩看病，将人请去等着。小安的病状看得明白吗？烧1息6，虚寒。发烧、脉数1息6下，虚弱、寒症，是吗？秋离轻轻点点头。记下了，如实告诉大夫，让他早做准备，该备上的药早些备用。是。邱大侠还善医。秋离摇摇头，不打算解释什么。你不善医，那你刚才……不得无礼，孩子生病让他失了分寸，失礼了，邱大侠见谅。秋离扬了扬唇角，扇子点在长乐肩上，待他看向自己，就指了指他袖子。药能给小安吃的吗？祝长乐摸着脑袋，灵光一闪，立刻把自己身上的药瓶一股脑全掏出来放地上。你看看哪个能用？秋离用扇子翻了翻，最后捡出一个来，拔开塞子倒出一颗，在一屋子人的视线下送进嘴里。嗓子？你嗓子不舒服了吗？秋离点点头，收回手。这个你看看有没有用啊？秋离拔开塞子闻了闻，摇头。秋离，你真懂医啊！你给我大哥看看呢。秋离把自己的衣袖抢救回来，对祝长乐摇头。说话，别摇头，这时候摇头不是好事。不善医会一点，可你都会号脉啊。很多年。邱大侠的意思当是久病成良医，所以就懂得了些医术上的事。见秋离果真点头，就笑了笑。我虽然久病，可也只是对自己的身体心里有数，比邱大侠要差得远。秋离再次摇头，看祝长乐盯着自己，非常自觉地开口了：不会号脉，简单判断。夫人，雨小了，马车收拾好了吗？是，都换过了。不过，之前垫的草全都不能再用了，没了之前软和。不远了，将就吧。去拿些吃的来，抵了用掉的东西。是。你媳妇儿姓秦娘子，孩子就让她抱着吧。你背她上马车，别沾着水。儿子无能，让您操心了。一路上再不耽搁，历经半月，一行人迎着小雨到了云北县城。和我想的倒是不太一样呢。和我想的也不一样。行了，赶紧去换身衣裳，祖母这里有人伺候。等安顿好了，咱们就去院子里折腾折腾。你想做成什么样，咱们就做成什么样啊！娘会收拾我的。那是祖母弄的，不敢。祝长乐去找娘亲，远远瞧着李娘子，招手让李娘子过来。四小姐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大夫
还在小安那里吗？已经给小公子看过了，大夫说小公子受了凉，又有些受惊的迹象，这几天都须得小心照顾着，不能大意。你去和我娘说一声，留下大夫再去给祖母和大哥看看。是，夫人已经和大夫说过了，给小公子开好了方子就去。我就说娘肯定想到了。没事了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哎，秋离，你也在啊？祝长乐往秋离那儿跑，一个没稳住，踉跄着扑了过去。秋离上前一步，伸出扇子递过去，祝长乐眼疾手快地抓住，站稳了。祝长乐，你这是投怀送抱吗？那不是没头上吗？在屋顶上，我竟然也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那些房子会碰到头吗？以他们的身高来说，应该不会。他们是普遍身高都比较矮小。云北这地儿有什么特殊吗？不能吧，不也是在大宛境内吗？哎，秋离，你说是吧？秋离点头。那也总得有个原因吧。一路过来也没觉得其他地方的人这么瘦小啊。穷也不只有这里穷啊。新村的村长爷爷说，他们没饭吃的时候吃观音土，吃树皮，吃嫩树叶，这也穷啊。可他们个子不矮啊。哎，是不是啊，丁丁？他们个子还真挺高的哎。这么一说还真是啊，他们个子真不矮。哎，等一下。祝长乐终于等到了徐正领着大夫从大哥屋里出来。徐正，四小姐，这位大夫贵姓啊？老朽汤明，见过四小姐。免礼，这边来。我祖母身体怎么样？啊，老夫人身体疲累，好好将养上一些日子就会见好。那我大哥呢？大公子，您既可以说。对，不能和大哥说的，不能和我爹娘说的，都可以和我说。啊，大公子的身体底子薄，远比普通人要来得差，平时须得少劳神伤精，眼下则必须卧床休养，且须得时时留意其身体变化，万不能有差池，身边一定得留人方行。以前觉得都听得耳朵长茧子了，这会儿听着却也觉得动听，没有变化就是没有恶化。祝长乐从怀里掏了块银子，二话不说塞过去。拿着，我知道我娘爹是付了一资的，可这也不耽误我再出一份。咱们家里老的小的，还有个身体不好的，今后啊，指不定3更半夜就要来敲门请您出诊，到时候还请您别嫌我们麻烦。啊，大夫分内的事，出诊自是应该的。您收了，我才能理直气壮的来敲门呀，是吧？我都提前出过敲门钱了。是，老朽接过敲门钱了，随时可以来敲门。我最喜欢您这种利索人。徐正，你跟汤大夫回去认认门，回来再告诉我。是，四小姐。祝长乐目送两人离开，走向小伙伴。你一直就等着大夫出来呢？我问问不放心啊，祖母身体底子好，受了累能缓过来，可我大哥那身体半点事都经不起。这一路虽然没让他们真的吃着什么亏，可磕磕碰碰的也难免。对我们他就会瞒着，大夫他那儿他可瞒不了。你和智清大师关系好，你没请他看看？认识老和尚后，我就把大哥的方子啊什么的都给他看过了。我也想让他来看看，他说给大哥看的就是名家，他的用药方式撑起了大哥体内的平衡，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前，轻易打破了会要命。小瓶盖，你帮我跑一趟嘛，催老和尚赶紧炼丹，短时间之内我恐怕都得留在这里。行，一路奔波，人困马乏，祝家人早早便熄了灯歇息。当然也有意外，祝长乐八门看着外边越来越大的雨发愁。看样子一时半会也停不了。我瞧着也悬，得了吧，就那么个小山堆一样的城墙，都激不起我征服他的欲望。说要去跑的不是你吗？别说，这里的酒还不错哎。徐正说就是外边买的，也不是什么名品，我喝着呀不比有些名酒差。你们觉得把这酒往外卖怎么样？会有人来买吧？你这想一出是一出，首先你把怎么运出去这个问题解决了。这不是我大哥吗？他肯定能想到办法的。我大哥向来走5步看100步，他会选择来云北这地方，就肯定有他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优势，或者说有他用得上的地方。